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高开低走的12部烂剧，一部比一部演技拉胯，没看过才是幸运儿。这些年电视剧确实不少，但看着数量上去了，质量却明显下滑。虽然作品多，但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却不多。很多剧在开播前就造势很猛，让观众们心痒难耐，特别期待想看。但一开播，没播几集就遭到观众猛烈吐槽，评分也掉到了谷底。沉香如屑这部剧，超火的那本同名小说改编的，杨紫和程毅主演的，简直火到不行。这两个人啊，他们不仅是演技派的高手，在仙侠剧里更是当红炸子鸡，无人能敌。两大巨星携手合作，这部剧无疑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然而，一经播出，却立刻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和指责。豆瓣评分才5.9，这部仙侠剧真是槽点一大堆，简直成了杨紫仙侠剧中的最低分，让人有点失望啊。首先，男女主角的设定真没啥新意，剧情也是老掉牙了，而且三观还有点问题。自从《三生三世》系列热播后，仙侠剧似乎都陷入了某种固定的套路里，总是离不开神仙的轮回情缘、拯救苍生和爱情难两全、爱情难关这些老掉牙的主题。剧情还是老样子，俩人一起对抗魔族，保卫整个世界，这种套路都看腻了。这结局也太狗血了吧！男主为了三界，居然选择自杀，女主见男主死了，也跟着走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！自杀救苍生这事就离谱到极点了，竟然还为了谈恋爱把命都搭上了，这种三观真是让人无语透顶。另外，这部电视剧虽然改编自小说，但却缺乏对原创的尊重。电视剧里角色大变身，原来的小说男主成了男二，而男二则逆袭成了新男主。这操作真是让人无语，原著党看了估计气得晚上都睡不着，非得起来吐槽几句不可。其实吧，这特效真心配不上 S+ 这个等级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演员原本穿着漂亮的纱裙，只要微风一吹，就能展现出仙气飘飘的感觉。这部剧真是下了血本，搞了个跟奥特曼打怪兽似的炫酷特效，看着挺带劲的。这花里胡哨的，简直毫无美感可言，看着就乱糟糟的。最后就是演员的造型和之前的作品太像了，让观众看着都觉得跳戏，直呼受不了。杨紫这次的造型真的很有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紧密的味儿，简直就像是穿越回来的锦觅一样，美得让人心动。程毅在凡间的装扮简直和琉璃美人煞里的司凤一模一样，看起来特别像。这造型真不走心，感觉就像流水线作业出来的，一股子工业香精味，毫无新意。他的程这部由张静初、高露和张含韵这些实力派演员主演的电视剧，刚一上线就迅速登顶播放量第一，热度非凡。才没几天，差评就铺天盖地了。演员演技再好，也架不住剧情太烂，看得人心情都不好了。女性感情和职业题材的影视剧集现在特别火，大家都爱看。这些剧集既展现了女性的情感世界，又呈现了她们在职场上的风采，真的很吸引人。这些剧啊，总是离不开那些老掉牙的剧情，捉小三、跟恶婆婆斗智斗勇，还有那些恋爱至上的情节，真是看都看腻了。就算观众再喜欢这个题材，老是重复老一套的内容，大家也会觉得没意思。毕竟老是换汤不换药，看久了也会腻。他的程这部剧可真是充满了各种狗血情节，简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张静初演的是个豪门阔太，她聪明又狡猾，手段了得。结果身体明明没事，却被老公骗去做了乳腺癌手术，手术后还被嫌弃，让我开始自卑起来。
高露演的是个职场女强人，但编剧老给她安排一堆倒霉事，真是让人无语。她既得养家糊口，又得支撑老公的公司，赚钱能力简直是超强。但工作中被领导的小三摆了一道，生活中又因为老公的事当众下跪，这日子真是过得憋屈啊！这些操作真的挺傻的，完全跟人物设定不符啊，真是让人无语。张含韵演的这个角色是个职场精英律师，看起来还是个坚持不婚的独立女性。结果我就被那个帅哥给迷住了，结果还被男友的妈妈嫌弃了一番。更无语的是，剧情简直跟现实不沾边，真是离谱。违法现象依然存在，有些节目竟然一开播就上演辞退孕妇的剧情，这真的让人无法接受。编剧啊，麻烦你多了解点现实，再来写剧本吧，别再瞎编了。杨超越和徐正熙主演的《重子来袭》，这回又是仙侠题材，让人期待满满。杨超越的高人气和她超美的古装造型，这本来就是这部剧的两大看点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，竟然成了大家吐槽的对象。豆瓣上只给了个 4.8 的低分。首先，剧情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感觉有点降智，也显得挺无脑的。女主自带一股强大的煞气，男主却是来自天界的神仙。这对可是师徒档恋人，男主老是笑嘻嘻的看女主各种折腾，欢乐的不行。这不就是花千骨的翻版吗？简直一模一样，一点创新都没有。其次，它的外观确实不太美观，长得有点丑，不是莫小贝那种双丸子配齐刘海的发型。黑化后，妆容超酷，眼影是深邃的黑紫色，全包眼线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整个造型都透露出一种暗黑又霸气的气息，简直让人过目难忘。说实话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杨超越的美在哪里。杨超越演戏的时候，演技真的有点让人失望，表情看起来呆呆的，没啥神采。现在的影视剧替身用的太多了，每次需要挨打的镜头就找个替身来演，这有点过了啊！替身的使用应该适度，而不是滥用，这样观众看起来也会更真实，更有代入感。又不是真打架，在地上随便滚2下都不会啊，这还用得着别人教吗？东八区的先生们这部剧现在被全网吐槽，口碑真的不好。开播在即，观众都满怀期待，终于有部聚焦男性职场与生活的剧啦。这部剧还汇聚了杜淳、黄奕、刘涛等一众演技大咖，阵容可谓豪华。看完后三观都被震碎了，豆瓣上那 2.1 的评分我都觉得给多了。低俗的剧情真是多得数不清，随处可见。张翰的举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太咸猪手了。将与外国异性发生的亲密关系称为为国争光并不恰当，因为这种表述带有一种过度解读国家概念的意味，并且可能引发不雅或不适宜的联想。在社交互动中，我们应该注重尊重和礼貌，避免使用不当的言辞来描述个人行为，特别是在涉及跨文化或敏感话题时。通过选择更中立和得体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可以促进更加和谐和理解的社会氛围。这简直就是把油腻男的那些让人嫌弃的行为，大大咧咧地摆出来炫耀啊！泽君记这个剧名一听，就给人一种像是无脑网文改编的感觉。一女两男的情节设定挺新颖的，观众们也都乐于欣赏这种轻松愉快的剧情，找点乐子。播出后效果真的挺差的，评分在豆瓣上才 4.3， 确实有点让人失望。选角这事儿，咱们先说男主和男二，这次选了邢昭林和王以伦这两位。这两位的古装打扮真心不好看，简直没给观众留一个养眼的帅哥啊！王以伦在剧里的表情看着有点别扭，眼睛和嘴巴都不太自然，看着就像演的是个憨憨，真不懂这演的是啥。恋爱剧啊，真的让人意想不到，
里面竟然全是算计。哎，你们这说的全是真心，是不是有点太假了？真心哪有这么多算计啊？观众看剧图的就是开心，但结果往往让人心里堵得慌，真是让人无奈啊。女士的法则这部戏主演可都是大咖，有演技超好的江疏影和刘敏涛，两位实力派女演员一起演，绝对精彩。这说的是律师们的事儿，都是关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。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爆火后，这个题材真的超有看点，特别吸引人。可选的角色真是太烂了，简直没法看啊！成熟御姐江疏影和青春稚嫩的彭昱畅上演了一场甜蜜的恋爱戏码，这感觉就像成熟的阿姨和高中生谈恋爱，真心没啥 CP 感，让人觉得不太搭。看两个人的亲密戏，真是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感觉脑瓜子都嗡嗡作响。再说说刘敏涛父母的选角吧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为了演好角色，特地选了年纪和他相仿的刘知冰和田民来扮演他的爸妈。这三人演同龄人真的合适吗？看着就不像啊。说说这剧的剧情，真是让人想吐槽。除了选角有点问题，剧情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律师竟然动手打人，太不像话了。这位资深律师居然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打官司不是该讲法律吗？怎么靠讲感情来解决问题啊？这剧情真是太荒谬了，让人哭笑不得。追爱家族是郭京飞和谭卓再度携手打造的佳作，这也是他们第2次默契搭档。他们俩首次合作的对手大获好评，简直是火到不行，特别成功。大家可都盼着呢，希望能再次看到他们的合作。毕竟他们上次的搭档可是超棒的，大家都超级期待他们的二搭。挺遗憾的，豆瓣上这部作品的评分才5.2分，确实有点低。前几集看着挺有意思，笑点泪点都有，挺吸引人的。但后来就越来越没法看下去了，剧情情感线乱七八糟，内容简直乱成一锅粥，演员们的台词糟糕的就像硬挤出来的牙膏，听起来别扭极了。最逗的是，谭卓演的那个角色撞见前夫郭京飞陪着别的女生逛街，哈哈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。一顿猛烈的质问，还恶毒的诅咒对方每次上厕所都碰不上手指。都已经是前夫了，还质问什么呢？真是让人生气，干脆就直接骂出来算了。这个故事读起来像出自小学生的笔下，感觉很简单直白。当家主母可是蒋勤勤复出后头一部大戏，另一位双女主的演员则是实力派杨蓉，俩人搭档可是让人期待满满。2位美女主演身着古装，再加上王艳、黄奕等一圈美女助阵，真是星光熠熠，阵容好养眼啊！一看就让人觉得特别值得期待。看完这部剧，只能说又一部让人失望的作品。剧情平淡无奇，演技也略显生硬，真的没啥亮点可言。首先，这2个女主角的戏份简直一个添一个的，剧情上也没啥交集，看得有点分裂，感觉不太连贯。另外，滤镜的颜色确实太浓重了，这个真的没啥复古味道，反倒给人一种挺沉重的感觉。这电影让人看得很压抑，心里感觉特别沉重。《鹿鼎记》这部剧主角是张一山、唐艺昕、朱珠和张天阳他们几位，演的都挺好，值得一看。张一山在《7个我》中的演技真是炸裂，观众都夸他是影帝级别的表现，太赞了。因此，他主演翻拍的经典作品，观众都觉得值得信赖，非常靠谱。本以为会有惊喜，结果却大失所望，豆瓣评分竟然只有3.2分，真是让人难以接受啊！张一山演戏确实有点过了，演技看着挺浮夸的，这真的是一大槽点。演为小宝时，声音尖细，真的像个太监似的，太夸张了。表演时表情太夸张了，
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巴咧得老开，看起来就跟个活蹦乱跳的猴子没啥两样。剧情跳跃得太快了，内容也是乱七八糟，完全不讲逻辑。韦小宝从说书到进宫的故事，短短24分钟就演完了。他一开始是个说书人，后来机缘巧合进了宫，整个过程真是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啊！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着急。花轿喜事是经典老剧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的翻拍版，豆瓣上只得了4.1分。原本大家对这个剧的翻拍都充满了期待和好奇，但是播出后效果真的让人大失所望啊！首先啊，选角这方面就显得很随意，感觉纯粹就是为了捧那些新人演员。田曦薇演李玉湖时少了点英气，更多是可爱。白冰可的杜冰燕则并不显得端庄漂亮。两位演员的表演风格与角色设定有些不符，没能完全呈现出角色的特点。还有就是演员演技不够出色，最离谱的就是杜冰燕和管家那段戏，真的有点尴尬。镜头缓缓推进，配上温馨的配乐，杜冰燕目不转睛地盯着管家，神情专注。这 CP 来得突然，真是让人一头雾水啊！这部剧真是挺有意思的，他一边想向经典致敬，一边又想搞点创新，结果呢，啥也没捞到，直接变成了一部烂剧。黄老师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老师，演技绝对一流，没得挑。近年来，黄小厨这个名字可是火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他真的很适合出演《深夜食堂》这部剧，但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自己的招牌就这么砸了，豆瓣评分居然才2.9，真是让人失望啊！首先，咱们得明白，照搬别国的题材可不是个好主意。这个题材源自日本，但日本的饮食习惯跟咱们中国真的差太多了。但是编剧懒得动脑，就直接照搬了。一点创新都没有，比如有的人大半夜还特地跑到店里，就想吃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。还有啊，这部剧请了一些没啥演技的明星来演，比如吴昕，他那瞪着眼闻面的画面，真是有点尴尬。没想到这竟然是这部剧的开场呢。最后要说的是，那些随处可见的生硬广告，简直让人受不了。各种广告无处不在，简直是烦不胜烦，看得人心里堵得慌。我的人间烟火在豆瓣上只拿到了2.8的评分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中一些好评都是冲着男配角魏大勋给的。这部剧在播出前后都引发了极高的关注，因为他选择了消防员这个比较新颖且引人注目的题材。真没想到，看完以后，观众们都感觉胃里一阵翻涌，挺不舒服的。首先，演员杨蛙的表演真的有些过于夸张和做作，让人觉得挺油腻的。演的消防员老端着架子，看着挺别扭的。霸总人设真是让人有点上头啊，感觉中毒不轻呢。另外，这部剧其实就是借特殊职业的名义来谈恋爱，说白了就是一部披着职业外衣的爱情剧。男主当消防员，其实就是想让自己配得上女主，让她觉得他是个有担当的人。但考虑到家庭条件的差异，男主不也应该下海经商赚点钱吗？毕竟这样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经济状况啊！这剧情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太让人困惑了。国产剧肩负了观众满满的期待，但也得应对不少挑战。想有所作为，就得摒弃浮躁，沉下心来钻研，认真去做，别急于求成，要脚踏实地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。要想拍出高品质的剧，得把节奏放慢，别着急赶工。